比特币洗盘之后会如何选择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来看呢，我们一样先强调出这条趋势线。那这条趋势线它一样有非常多种画法，不过我们会画最宽松的一种，也就是我们用磁铁，然后先连住最上面这个点，还有中间的这个点。那这两个点连出来的这条趋势线呢，它就是最宽松的。只要这条线被破，那无论趋势线怎么画呢，它都一定是破掉了。我会认为呢，我们在日线上啊，这条趋势线它是，如果说我们在接下来的行情啊，也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十几天内呢，我们有机会出现跌破25000的行情的话，那这条趋势线它就一定不能破。所以我个人呢，如果说做空啊，我会找比如说在趋势线附近的这种机会啊，然后把前高最远的就是设置在28200的这个位置。那当然，昨天洗盘是非常严重的。好，我们可以把级别呢再切小点，切小到4小时。4小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段行情呢，它洗盘的很凶。它下跌之后，这段下跌呢还算顺畅，只是量能有些不足。那后来哇，往上爆拉，随后呢就直接在当天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它就直接又回落回来。那今天呢，它又在拉上来，又在拉。虽然说它是没有到我们的前高点但是其实离前高点也没有差距到很远好，其实这种行情呢，我们再切小一点级别，我们这样子看好了，这样看呢，我们可以更清晰一点你看我们这一段下跌之后，然后横盘，然后上涨。上涨结束之后，再立刻下跌，立刻画门，画完门之后呢，再画回来。这段行情呢，或者说这样的走势啊，其实我们在过去有一个时间点呢，我们也有出现过。我相信大家都还印象很深刻，我个人是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是我个人觉得很夸张那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又比现在要更扯，就在这个位置，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消息面有人会说我们昨天画门是因为 ETF 的消息面，但其实画门它确实是可以不需要消息面像我们上次在这个位置呢，上次大概在4月底的时候吧，在这里连续画的门它就没有消息面的加持，但它还是画得出来你可以看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上去之后，然后再画下来，然后再画上去，它基本上就是打到了前高的地方，它并没有说往上涨一点点，然后又立刻回落，没有。它就是直接回到我们前高的位置，而且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几扇门这样画完之后呢，我们再看，它又回来了然后再下跌，等一下有点久好，再下跌回来。虽然说中间经历了很长的震荡但是我们又回到了一样的位置那当然了，我们随后呢，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下跌，一直跌到24750的位置。那其实这段下跌它是一个不顺畅的下跌，尤其中间又经历了这么大的洗盘不过我们可以看它的画门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就在我们上方的这个位置，大概在3万吧，我们就直接抓3万3次画门的上缘呢都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当时的经验然后我们回看到当前的盘面上从1小时我就会认为我们画门所产生的这个最高点大概在26800左右吧。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下空单的话，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还蛮值得入场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画门，它都是在一个区间之内画。那我们现在呢，画的区间呢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会认为，如果说要做的话呢，最高点这个地方大概在26800的这个位置呢，它会是最适合的地方。从4小时来看呢，它也是一个互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期大概26700、26800的这个位置呢，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互换那如果说要下比较重的仓位的话呢，我个人会等待来这个地方的位置。那当然了，止损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条趋势线如果有跌破25000的可能的话呢，这条趋势线就一定不能被破那这条趋势线当然斜的比较难说嘛，它有模棱两可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抓这个前高，其实也没有很远如果我们稍微拉一下的话，大概就是2点多%、3%的不到3%的距离。那我认为这笔交易呢，我就认为是很棒的，或者说渐渐补仓上来。那其实画门确实对交易来说，画门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尤其在现在呢，画门又是很频繁好，那我们还要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一直提到我们在9月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比如说在 Twitter 上啊，当然我讲的是国外的，就是以英文区为主的呢，讨论度很高的事情是9月啊，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有这个复盘的经验嘛。9月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下跌的，基本上啊，大多数时候呢，我们都是下跌的，只有少数的时候是涨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我们已经9月底了，只剩没几天，我们9月就要过完了。可是我们9月居然是微微的涨幅，它并没有下跌。那当时呢，就很多人看着这个过往的数据了，就认为我们9月的时候，它就一定要是一个跌的月份。当然，现在就有人就继续演绎嘛，演绎成说，我们10月大部分都是涨的，所以我们10月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上涨的月份。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牵强的，或者说这种相关性很高呢，不代表有因果关系啊。这有点像什么感觉呢？有点像我们都知道比特币的牛市是4年一次嘛，那4年一次是2013啊、2017啊、2021等等的。那其实呢，这个周期啊，它跟棒球经典赛它的周期是吻合的，就是2013、2017、2021。那这是不是我们可以推断说，只要每次举办棒球经典赛，那比特币就会有牛市呢？这是很牵强的。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演绎到刚刚月份哦，我认为，如果说你说9月在过往它都是跌的，所以比特币9月它就应该要跌，然后比特币10月过去都是涨的，所以比特币它在10月就应该要是涨的。我认为这个就是过分的牵强啊，或者说它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那这个作为交易啊，或者说作为推理的依据的话，我也认为这个是很不可靠的。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我们9月没有下跌，或者说至少它是震荡微微的涨啊，它并不像前面一样，它出现了很大的跌幅。那当然了，我也不认为它10月呢，它就一定会是涨的，它就一定会是绿色的月份啊。虽然说我们看到过往的历史呢，确实10月份涨的这个数据是比较多的，但我认为这个是不能作为推理啊，或者说不能作为交易的参考依据啊。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还没有注册 Bybit 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是新用户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30的现金，而且可以直接提币，你不用做交易，你只要入金 KYC 就可以了，就会送你现金，可以直接提币走没关系。那 BigGet 你现在只要 KYC 就会送你$20的体验金，再加上5U 到30U 的数字货币盲盒，也不用入金，也不用交易。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